第181章虚惊。听到安德森的问题，克莱恩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回答，总不能告诉对方自己是从疑似属于神秘女王的梦境里掉出来的。他默然看了倒霉的最强猎人一眼，抬起右手指了指上方。这样啊，安德森·胡德有所明悟地点了下头。你究竟想到了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表达什么意思。克莱恩微不可见的动了下嘴角，岔开话题，回忆着说道。我刚才遇到了一个人，不是我们认识的，不是未来号的一员。之前从这个大厅深处开门走出来的那位。安德森突然兴奋，这家伙一点都没有最强猎人的架子啊，简直就像报社的热点记者。克莱恩腹诽一句，未作回答，直接说道：他让我转告你一个预言。他什么预言？安德森有些诧异。如果我现在用的是克莱恩·莫雷蒂这个身份，那我会回答你对不起，忘记了。他只说了一遍。克莱恩一边想象着不会发生的恶作剧，一边嗓音低沉的说道：最致命的危险往往藏在最平常的生活里。安德森认真听完，嘶了一声道：这句话简直太对了，我刚才喝酒差点喝成傻子，谁能想到未来号上绝大多数船员喝的都是有问题的酒。他又琢磨了几秒，不太放心的问道：就这样，你有没有遗忘什么细节或者关键性的词语？我看你是在挑衅。克莱恩没去理睬安德森·胡德，走至壁画大厅的门口，眺望起外面的弗兰克和妮娜等人。之前在图书馆时，他先是因为神秘女王突如其来的指出他是侠盗黑皇帝，难以避免的落入了被动，继而尝试打乱对方的节奏，不跟着他的指挥棒走，所以精神一直高度紧绷，思绪全部放在了如何应对与言语交锋之上，没时间也没机会复盘整个过程，挖掘未能品出的细节。现在终于有这个空闲了。神秘女王对我的身份，对罗塞尔日记究竟了解到了什么程度？他认为我掌握的是罗塞尔大帝创造的那种文字的解读方式，而非文字本身。虽然这两种意义区别不是太大，却足以证明我和大帝穿越者的身份是他想不到也没任何线索指向的那一层沙伦小姐，不是刚进入神秘学圈子、刚接触复杂事情的新手。他找人帮我伪造身份的时候，不可能向对方透露委托者谁，而且我提供的照片用的就是格尔曼斯帕罗这个形象，也就是说，神秘女王并没有夏洛克莫里亚蒂等于格尔曼斯帕罗的结论。对，如果他已经了然，正像我之前想的那样，更好的称呼方式是黑皇帝夏洛克莫里亚蒂先生，这对我心理防线带来的冲击将3倍5倍于直接叫侠盗黑皇帝。站在他的角度，他是怎么从那些零散的线索里找到有用信息的呢？他知道那张书签是黑皇帝牌，于是将幽灵般的侠盗黑皇帝与王国博物馆内盗走亵渎之牌的奇怪灵体联系在了一起，然后因五海之王纳斯特突兀出现于罗斯德群岛海域，根据非凡特性聚会定律猜测侠盗黑皇帝可能也出现于拜亚姆，出现于群岛。经过调查，他发现了格尔曼斯帕罗这个熟悉的身份，并从他和侠盗黑皇帝活动轨迹的一致做出猜测，并一路追赶过来，潜入未来号，近距离观察我。这符合逻辑，但部分地方存在一定的巧合。五海之王纳斯特想出现在哪里就出现在哪里，或许他只是怀念起红剧场内的某位女士，就让船只穿越临界进入罗斯德群岛海域。或许拜亚姆恰好有黑皇帝途径的高序列非凡材料，对他散发着强烈的吸引力，这根本没法直接联想到侠盗黑皇帝。当然，神秘女王做这样的联想也不是不可以理解，也许她对重要事情的线索宁可弄错也不放过，这是个好习惯，就是会让自己很累。还有他大概率不是一开始就锁定了格尔曼斯帕罗，但在罗斯德群岛海域，在慷慨之城拜亚姆，疯狂冒险家格尔曼斯帕罗的名声相当响亮，他只要听到这个姓名，再对照下时间，就可以做出基本的判断了。做人还是低调点比较好。幸运的是，扮演终于结束了，后续可以让格尔曼斯帕罗这个身份消失了。克莱恩将整件事清理了一遍，觉得自己差不多弄清楚了问题所在。不过他还有另一个想法，另一个猜测，那就是星之上将加德利亚接格尔曼斯帕罗上船的时候太高调了，唯恐别人不知道疯狂冒险家与他有合作一样。也许他在做一定的暗示，然后神秘女王就来了，知道了格尔曼斯帕罗，弄清楚了我在海上的活动轨迹，于是有了对比，有了判断，说是诈我，其实相当笃定。
克莱恩单手插兜，走出壁画大厅，目标直指黑色修道院外的星之上将加德利亚，打算趁对方半梦半醒的机会，直接询问答案。到了这一步，他其实已经放松了不少，因为神秘女王那里明显只知道格尔曼斯帕罗等于侠盗黑皇帝等于为某个大人物效劳的非凡者，并不涉及更隐秘的事项。就算他将黑皇帝排侍妾当晚出现于附近的大侦探夏洛克·莫里亚蒂也关联在一起，问题也不是太大。从很早之前开始，我就在将夏洛克·莫里亚蒂与世界等同，与愚者的卷者等同，格尔曼斯帕罗属于这层身份的延伸。呵呵，这就是为类似情况做的准备啊！我一直觉得不能把别人当傻子，一个人只要有活动、有轨迹、有人际交往，总会暴露点什么，所以提前为这些聪明人准备了这层身份，日常生活也严格遵循着相应的设定。而大人物的卷者能初步看懂罗塞尔日记是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事情，属于特定存在的正常恩赐。嘿，想不到吧？面具之下还是面具。思绪纷呈间，克莱恩也觉得灰雾的帮助和自己的谨慎发挥了不小作用，要不是提前察觉到有人注视，并本能遵从了新的意志，他也许就在神秘女王注视下召唤出信使了。信使本身不会暴露什么，就怕神秘女王有办法跟踪他，找到阿兹克先生，从对方近年的行踪里挖掘出我克莱恩·莫雷蒂这层身份。克莱恩穿过插了不少巨舰的广场，走出黑色修道院，看见星之上将加德利亚依旧抱膝而坐，凝望黄昏下的绝美景色。克莱恩跃上巨石，来到枯黄树木旁，边跳向对面山峰的恢宏建筑群，边状似平常的问道：在拿斯，你展现新桥，搭出上船的道路，包含着别的目的？加德利亚的脑袋上靠了一点道：我不告诉你。克莱恩一时竟不知该怎么应对，他原以为梦境世界里的星之上将会很诚实，没想到是这样的局面，当然这也是一种诚实，只不过诚实的是性格。沉默2秒，克莱恩决定炸对方。你想借助这种方式将我值得关注这个信息告诉某位？加德利亚呼了一口气，抱膝而坐的姿态未有改变。差不多，主要是告诉别人，如果我出了较严重的问题，或是表现出明显的异常，你是一条线索。果然，克莱恩在心中感叹了一声，他能理解星之上将为自保做了些小动作，但身为愚者，这是必须敲打的行为。不过不能直接借这件事情发作，会显得愚者太保护卷者，姿态不够高。星之上将肯定不只做了这一个小动作，可以将这一系列行为作为一个整体。含糊点敲打下，克莱恩迅速有了思路，对这次梦境世界的遭遇不再有太多慌乱。至于神秘女王的提议，他根本没做考虑。罗塞尔大帝的日记里记载了穿越和地球的事情，如果教导神秘女王解读方法被他发现了这一点，他能做出更多更致命的猜测。他顾忌我身后连海神权杖都能随意借出的大人物，不会做太强迫的行动。若真有事情找他帮忙，或者被他拿捏住了别的要害，可以答应帮他翻译几页他想知道内容的关键日记，但绝不教他中文。即使翻译也要掺杂水分，换用相近词汇，只保证重点意思是对的。这样一来，他就没法借此反向破解。克莱恩收回视线，随口问了星之上将加德利亚一句：传闻你和神秘女王已经决裂，但据我观察，不是这样。加德利亚迷茫的表情突然有了生动的变化，他抿了抿嘴唇道：我有什么资格和他决裂？我只是一个被放逐的人。被放逐？克莱恩正要再问，刺目的阳光照入，使他自然苏醒了过来。看着外面灿烂的天空，他抹了下额头，无声自语道：真是一场可怕的梦境。收起感慨，克莱恩翻身下床，来到甲板区域，继续观察周围，等待美人鱼出现。近1个小时后，他终于听到细细的、飘渺的歌声从远处随波荡来。第182章争分夺秒。美人鱼。克莱恩心中一喜，涌现出了久违的激动。离开贝克兰德近4月，经历了不少事情后，他终于抵达了这次旅行的目的地，满足了晋升序列5密偶大师需要的最后一个条件。他心里因等待而产生的焦躁和烦乱情绪，在进入这片海域后本身就一直在不断增长。未来号上发生的种种看似荒诞可笑，细想却异常惊悚的事情，和这神战遗迹内黑夜、正午、梦境3种状态分别蕴藏着的危险与未知，更是让他始终紧绷着精神，煎熬地度过每1小时每1分钟。现在
这些情绪，这些压力，终于有了宣泄释放的机会。呼，克莱恩缓慢吐了口气，直接返回船舱，进入了属于自己的那个房间。没有慌乱，没有忘形，他按照预定的流程拿出了阿兹克铜哨、威尔昂塞汀纸鹤，用它们干扰可能存在的神秘女王窥视，将古老怨灵的残余灵性、6翼石像鬼的眼珠、龙纹树的树皮、装苏尼亚金色泉泉水的金属瓶从行李箱内取出，展开于书桌后，他进入盥洗室，反锁住房门，熟练的布置起祈求赐予的仪式。弄好这个仪式，他没急着去灰雾之上响应，而是又额外布置了个仪式，自己召唤自己的仪式。逆走4步，低诵咒文，克莱恩来到灰雾之上，响应了召唤仪式，借此以灵体状态来到现实世界，将火种手套带回了那片神秘的空间。做完前置工作，克莱恩没有放松，来到愚者的位置，具现出纸笔，快速写了条占卜语句。前方唱歌的是美人鱼取下黄水晶吊坠，他用占卜的办法确认了情况。未来号前方唱歌的正是美人鱼。平复了下心情，克莱恩招手让那个铁质卷烟盒从杂物堆里飞出，落到了斑驳古老的青铜长桌上。啪的一声，他打开盖子，看见那个没有瞳孔的全黑之眼依旧安静的躺在里面，极致的疯狂和危险隐约可感，却宛若沉眠。静静凝视了2秒，克莱恩拿起火种手套，缓慢的将它戴于右掌。完成这一切后，克莱恩没再犹豫，向前伸出了右掌，张开了5指。他眼前看见的画面豁然浮上了各种各样的光团，灰白、铜绿、深红和黑沉构成了这片神秘空间的主基调。而全黑之眼内，蒸腾的、张牙舞爪般的铁黑光芒正缠绕着剩余所有的颜色。无需依靠本身的灵性直觉，仅凭自身对事物的了解，克莱恩也能清楚地认识到，代表真实造物主精神污染的就是这铁黑色的光芒。高度戒备中，他5指合拢，抓住了目标，随即拧动腕部，那铁黑色的光芒一下被抽离，融入了火种手套。克莱恩耳畔顿时又响起了虚幻的、邪恶的、可怕的、似曾相识的、难以名状的嘶吼声。这摧毁着他的思绪，磨灭着他的精神，带来了脑袋即将炸裂的痛苦。但很快就被灰雾的力量压制，彻底平静。克莱恩没能力多想，依循预定的方案和演练过多次的动作，左掌抓住火种手套，将它退了下来，丢到了宏伟宫殿的石质地砖上。紧接着，克莱恩有些麻木地抓起不再有问题的全黑之眼，快速回应了祈求赐予的那个仪式，将这密偶大师遗留的非凡特性通过虚幻的大门传递去了位于盥洗室内的祭坛。他不敢有任何的耽搁，只是瞄了眼已染上铁黑色、5指扭曲、掌心撕裂、充满邪意感的火种手套，就用灵性包裹住自身，模拟出急速下坠的感觉，返回至现实世界。如果让蠕动的饥饿全程目睹火种手套的遭遇和结果，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感想。克莱恩睁开眼睛，抓起祭台内的全黑之眼，直奔外面房间的同时，心里油然闪过了这么一个念头。停于书桌前，克莱恩从侧方拿出了原本属于未来号厨房的钢铁奶锅，将80毫升苏尼亚金色泉的泉水倒了进去，淡金色的液体缓缓荡漾，清澈而透明，让人下意识就感觉嘴巴发干，想痛快喝上一杯，以解除渴意。龙纹树的树皮、6翼石像鬼的眼珠、古老怨灵的残余灵性一一被克莱恩放进锅里，激起了不同的反应，最终药水基剂的颜色变成了暗金，但看起来轻飘飘的，没有一点重量。到了这个关键的节点，克莱恩反而变得异常平静，沉稳拿起那无瞳的黑眼，将它沉入了基剂里。他已经可以确认，真实造物主的精神污染没法穿透灰雾，重归全黑之眼内，而这是能够预见的。全黑之眼瞬间被暗金色的液体淹没，水面随即冒起一个又一个气泡，每一个气泡破裂，药剂就黑上1分。10来秒后，所有的变化全部终止。奶锅内魔药成型，呈全黑色，里面似乎有无数条肉眼看不太清楚的细小虫子在飞快游动。克莱恩掏出金币，用占卜的方法快速做了一个确认。得到成功的启示后，他舒了口气，将这密偶大师魔药倒入提前准备好的金属瓶，塞进了衣兜。他没有急，也没有乱，按照预定的流程，飞快处理了盥洗室内的祭坛，拿回了阿兹克铜哨和威尔昂塞汀纸鹤。直到这个时候，他才脚步略快地离开船舱，来到甲板。
此时，未来号上的象征符号、魔法标识和奇异花纹已层次分明的亮起，组成璀璨的星之海洋，将美人鱼的歌声做了最大程度的削弱。传闻美人鱼的歌声会让人类失去理智，变得痴狂，从而跳下所在船只，成为美人鱼们的食物。克莱恩下意识抬头望向了船长室对应的窗户，星之上将站在那里，周身缭绕着点点星芒，回看的目光颇为复杂。这是想起梦中说过的话和展现的态度了。克莱恩腹诽一句，表情淡漠的说道：“我要一条小船，已经准备好了。”加德利亚不见意外的指了指船舷位置。格尔曼斯帕罗雇佣未来号时，就已经提过他的目的是寻找美人鱼。很快，克莱恩离开了未来号，离开了璀璨星海的保护，踏足小船，置身大洋。歌声飘渺传来，似乎直接钻入了他的灵体，让他浑身发麻，难以遏制的想要听到更多。这对克莱恩来说，程度还远远不够，而且他的灵性直觉告诉他，必须再靠近一点，让歌声更清晰一点，才能满足仪式的需求。风暴！克莱恩掏出梅白皙制成的符咒，召唤来一阵可以控制的大风，推动小船往前行驶。不知过了多久，美人鱼的歌声突然变大，清楚的就仿佛正在克莱恩耳边浅吟低唱。那每一个音符都能敲动灵体，每一段旋律都让人沉醉并向往。克莱恩恍惚了一下，险些跳进海里，游向这美妙歌声的来源。他竭力控制住自己，发现前方不远处有许多礁石，一道道身影正坐于边缘，慢声轻唱。这些生物长着人类的脑袋，眉眼清纯里透着几分艳丽，它们胸口高高鼓起，但又被暗红色的鳞片覆盖，它们下半身是硕大的鱼尾，很有节律的拍打着礁石。不同的美人鱼有不同的长相和不同的鱼尾鳞色，对人类来说有种异样的美感。克莱恩放开了对小船的控制，抬起右手就要探入衣兜取出魔药。就在这时，一条条美人鱼察觉到他的临近，纷纷望了过来。然后这些又被称为海妖的生物一个个惊慌失措的停止了歌唱，扑通扑通跃入水里。不要走啊！克莱恩右手无力的虚抓了两下。不是说好用歌声吸引人类当食物吗？怎么人类来了，你们反而跑了？我也不是什么坏人，我就来听个歌而已。这个时候，克莱恩心里充满了我草的情绪。他很快发现，美人鱼的歌声并没有完全停止，在这片礁石较远的位置，还有几条美人鱼背对这边，在风浪背景下未发现同伴们的逃离，依旧大胆的歌唱着。克莱恩精神一振，略作思考，拿出了另一张符咒。这是海神领域让水下生物对使用者亲近的符咒。风暴！皱纹声里，青蓝色的火焰包裹了白皙薄片，让它凭空消失在了现实世界。见剩余的美人鱼虽然察觉了自己，但不再胆怯逃跑后，克莱恩当即拿出装密友大师魔药的金属瓶，拧开了盖子，抓紧时间，以防意外。咕噜，略显苦涩的魔药带着沉腐的感觉涌入克莱恩的嘴巴，沿着他的食道直奔他的胃袋。忽然间，克莱恩发现自己变得异常僵硬，就像回到了停根，回到了被封印物2049那奇异木偶操纵时的状态。他试图活动关节，里面却仿佛灌满了铅水。与此同时，他感觉一条条细小的虫子钻进了自己每一个细胞内，钻进了灵体内。他的思绪开始变缓，脑海内映照自身状态的能力也逐渐失效。美人鱼的歌声悠扬传来，挑动着那种渴望，积蓄着狂热和痴迷，让克莱恩保持住了最后的情绪，并借助这种引诱一点点摆脱着僵化迟缓的状态。他的眼前迅速浮现出淡漠的灰白雾气，他的耳畔则响起了虚幻的霍纳奇斯、弗雷格拉。霍纳奇斯、弗雷格拉和他晋升占卜家、小丑、魔术师时相比，这一语明显变得断断续续，似乎正被什么干扰着排除着。与成为无面人时不同，一语明显强了不少，能间断性突破灰雾与现实柔和力量的阻隔了。我的思考能力恢复了。克莱恩心中一喜，尝试着抬起手臂，关节位置的艰涩仍在，但已越来越弱。与此同时，克莱恩看见了自己现在的样子，肤色黄褐，就像是缠着陈旧绷带活埋了多年的人偶，一颗颗肉芽藏于皮肤之下，蠕动着，分离着，融合着。克莱恩当即于脑海内勾勒出无数光球，用冥想平复着这种的状态。这个过程里，美人鱼的歌声依旧回荡于他的耳畔，
让他的关节和肌肉出现抽动，缓慢褪去僵硬。不知过了多久，克莱恩睁开双眼，身体已彻底正常。他吸了口气，无声感慨道：“终于序列5了，终于是密偶大师了。”第183章灵体之线。高空阳光猛烈，大海映着金色，克莱恩的眼里除了这些，还有数不清的虚幻黑线，它们从不远处美人鱼的身上，从他自己身上，从附近海域不同的地方伸了出来，细而繁多，密密麻麻，对应不同的部位，并蔓延至无穷远处，抵达了虚空的尽头。这极有密集美感的七轨一幕对克莱恩而言并不陌生，他几次借用全黑之眼的力量，并长期依靠对方塑造世界这个假人时，都能看见类似的画面。这就是密偶大师非凡能力的源泉。从魔药里得到的知识告诉克莱恩，这些虚幻的黑色细线叫灵体之线，可以通过操纵它们直接影响目标的精神体、心灵体、心智体和以太体，然后借助以太体这座桥梁控制对方的身躯。所以密偶大师的所有非凡能力都是在灵体之线上做文章。这一是借助每个生物都存在的灵体之线，找出隐藏的目标，是魔女隐身术和隐修士阴影躲藏能力的克星。当然，克莱恩不清楚有没有能将灵体之线也掩盖住的办法。二是像操纵木偶一样掌控目标，让他思维迟缓、身体僵硬、动作滞涩，这属于强行控制，很难有能力对抗，基本只能依靠自身灵体的强度来摆脱。对已经处于序列5这个层次的密偶大师来说，半神之下几乎不用担心什么。三是经过时间的推移，掌控的加深，密偶大师可以将目标彻底变成自己的傀诡，在一定的距离内躲于幕后，操纵对方去战斗。这种方式下，傀儡能够使用原本的非凡能力，这真的奇异、诡秘、可怕啊！简直是幕后黑手的专属。难怪罗萨哥称灵体之线上的操纵为高序列以下最难对付的能力之一。不过这需要时间，掌控不是一下就能彻底达成的，必须一步一步加深至最终完成。要想初步控制当前状态的我，大概需要20秒，但随着魔药的逐渐消化，耗时会明显缩短。等到密偶大师彻底消化，也许能到5秒之内。在产生效果前，目标几乎没法察觉，有一定预言能力的或许可以。一旦初步掌控了目标的灵体之线，它就会立刻出现思维的迟缓、动作的滞涩和身体的僵硬，然后一步步往木偶、傀儡的方向发展。如果密偶大师有同伴，在这个过程里就可以轻松解决掉被强行控制住的目标。如果敌人灵体强度不算太高，密偶大师有一定的余力，甚至可以分心掏枪或使用神奇物品，自己配合自己。若控制的过程未被外来的力量打断，5分钟后，目标就将成为我的傀儡。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已经真正死亡，事情再也无法逆转。等魔药彻底消化完，转化傀儡需要的时间肯定会大幅度缩短。我当前能操纵的傀儡上限是1个，之后暂时没法判断，但肯定会有所增长。上限看起来不会超过3个，这除了需要时间，还有距离的限制。我目前仅能看见100米范围内的灵体之线，而要想操纵它们，必须进入对应目标的5米内。操纵傀儡时，本体与它的距离暂时不能超过100米，之后肯定能增长。傀儡除了能保留自身的非凡能力，还可以正常使用神奇物品和封印物等东西，并且消耗的是它的灵性，而非我的。当然，我操纵它这个行为本身就很耗费灵性。这能力很适合我啊，遇到非常危险又不得不去探查的情况，可以让傀儡上，虽然损失掉它会很心疼，但也好过我自己当场身亡。呵呵，那个密偶大师罗萨哥来对付我前，肯定有过别的行动，以至于没有了傀儡。他肯定也未彻底消化密偶大师魔药，所以没法在等待开门的功夫里初步控制住我，只能进入面对面交谈的环节。总的来说，不愧是序列5的非凡能力，而且前面几个序列的能力也增强了 50%， 甚至更多，真是越来越期待了。不知糅合了这么多奇诡能力的序列4会有什么样的质变？我都不清楚它的名称是什么。克莱恩结束了对自身情况的检视，感慨了一番。他随即依靠当初给灵视设置开启和关闭方法的经验，为看见灵体之线的能力做了约束，免得看见不该看见的事物。左手拇指掐食指第一个关节2下开启，重复1遍关闭，右手也可以。他收回思绪，望向前方，看见剩余的几条美人鱼已转了过来，
正好奇的用水汪汪的蔚蓝眼睛打量他。考虑到如果没有他们的歌声，没有那简单的仪式，自己刚才已经失控，成为类似2049的封印物。克莱恩友善的冲他们笑了笑，那些美人鱼受符咒力量的影响，也轻起嘴唇，展露略显羞涩的笑容。随着他们或淡紫或深红的嘴唇张开，克莱恩看见了他们的牙齿，尖锐如同狼牙，一根接一根，白森森，明晃晃，滴落着粘稠的液体。克莱恩怔了一下，发现这比真正的怪物还让他难以接受。他原本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是美人鱼，是下水道里的那种，所以不管对方形态如何疯狂，如何恐怖，他认为自己都能承受得住。可是情况有些出乎他预料，美人鱼们外表明明是美丽诱人的女性，尾巴也有异类的美感，牙齿却如此狰狞，如此恶心，这对比实在太过鲜明，让克莱恩不忍直视，差点移开眼睛。挥了挥手，他飞快掏出海神领域的符咒，再次制造大风，推着小船往未来号返回。途中，克莱恩不由自主回味了下刚才的感觉。原来美人鱼的歌声是一种中和，一种平衡，否则绝大多数无面人没法抗拒密偶大师魔药对自身灵体之线的腐化，直接就会失控。海蛇卡维图瓦这种幸运儿不在讨论范围内，也许正是因为没有仪式的辅助，它才会相对弱小。理论上来说，只要有类似效果的声音或非凡能力，都可以代替美人鱼的歌声，但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根本没法分辨细微处的差别，所以不是占卜家途径的高序列强者，很难提供有效的建议。想法分成间，小船回到了未来号附近，克莱恩借助绳索轻松上至甲板。安德森·胡德立在船舷边缘，呵呵笑道：“原来你找美人鱼是一事需要，并非想获取相应的材料，这很清楚。”克莱恩简短回应。安德森耸了耸肩膀道：“不，并不清楚。正常人都会猜美人鱼是你需要的材料，因为这配不上序列4的仪式。可谁知道，海盗将军级的冒险家格尔曼斯帕罗只有序列6。什么叫只有？”克莱恩忍住了操纵安德森灵体之线的冲动，没去理睬那自带挑衅光环的最强猎人。他进入船舱，准备返回自己房间。刚靠近船长室，吱呀的声音传来，房门在他的眼前打开。星之上将加德利亚未戴那副沉重的眼镜，眸子内身子略有流淌的看着格尔曼斯帕罗道：“祝贺你顺利晋升。之前的梦境里，我是不是说了什么？你自己很清楚。”克莱恩面无表情的回应道。加德利亚沉默了2秒道：“你询问了我和神秘女王的关系。”说话的同时，他忍不住环顾起四周。这是通过我较为突兀的问题，猜到神秘女王可能已经上了未来号。和聪明人说话真是需要小心啊。克莱恩点了下头，越过对方，走向自己的房间。走廊内一片安静，直至他打开房门，迈步进去，加德利亚的声音才从船长室内传出，回荡于整条船只。返航房间内，克莱恩等待了几分钟，才重新进入盥洗室。再次布置仪式，将因为没有食物，越来越躁狂的蠕动的饥饿丢到了灰雾之上。做完这件事情，他没急于离开，将手一招，让地上扭曲变形的铁黑色火种手套飞起，落至面前。研究片刻，克莱恩将火种放入铁质卷烟盒内，丢到了杂物堆里。虽然这昂贵的手套已经废掉，但克莱恩始终坚信废物也有可以利用的地方。紧接着，他慢悠悠退掉已经安静的蠕动的饥饿，同样将它放入了杂物堆。呼，克莱恩平静2秒，离开巨人居所般的宫殿，往灰雾之上这片神秘空间的深处行去。上次探索时，他有发现一座通往天国般的光明阶梯，怀疑对方的层数与自身的序列有关，所以刚一晋升就来做个确认。走了一阵，克莱恩眼前终于出现了那纯粹由光芒构成的神圣阶梯，与之前相比，它凭空多了一层，共有5阶。果然，克莱恩没有意外地感慨了一声，然后他攀登这位巨人准备搬的阶梯，来到了顶层。此时，他距离半空凝浮的那片灰雾已没有多远，似乎再来一层阶梯就可以攀登上去了。克莱恩下意识抬头眺望那里，隐约看见了一点东西。第184章下午阵。那是克莱恩眼眸内映照出了一个近乎完全透明的事物，它仿佛什么东西的外壳，时而缩回去一点，消失于克莱恩的世界里，时而被无形的风吹着般往外探出，展现些许轮廓。以它为锚点，再往上眺望，
则有一抹深绿近黑的颜色静静屹立，像是黑森林内树木的颜色。克莱恩嘀咕了一句，完全没法想象那颜色那事物究竟象征什么，只能大胆猜测这可能与进一步掌控灰雾之上这片神秘空间有关。没尝试做无用功，他跳下似乎能通往天国的阶梯，返回了自身具现出来的那座宫殿内。考虑到神秘女王的存在，克莱恩略作收拾，就离开灰雾之上，重归自己房间的盥洗室内。处理好首尾，他一步步走至行李箱前，将太阳胸针翻了出来，佩戴于双排扣长礼服上。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他现在能使用的能携带的神奇物品种类又回归了贝克兰德时的状态，但是他已经序列5，已经拥有半神以下最难对付的能力之一，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非凡世界强者。正常来说，我应该很激动很高兴，但其实并没有，甚至还没终于找到美人鱼那一刻兴奋，因为于我而言，只是踏出了复仇的另一步，真正想达到的目标还在远方。接下来总结守则，消化密偶大师魔药，寻找对应序列4的配方和材料。这些事情得离开这片海域后再做，依次请教阿兹克先生。威尔昂塞汀，魔镜阿罗德斯。呵呵，这几天放松下身心，精神绷得太紧会断掉，会导致失控迹象的出现。克莱恩转身望向房间内的全身镜，只见自己身高近1.8米，黑发棕瞳，脸庞消瘦，轮廓分明，穿着白衬衣、长礼服，打着领结，戴着礼帽，配着暗金色的太阳鸟胸针，表情平静，目光深暗。静静看了一阵，他抬起双手，理了理两边袖口的纽扣，拍了拍黑色长礼服，闪电划破天际，照亮了前方层叠的灰暗建筑。背负双剑的猎魔者克林伊利亚特指着对面道，那就是下午镇他疏于打理的花白头发在吹过旷野的风中不断摇晃着。这么快？手提飓风之斧的戴里克颇觉意外地感慨了一句，他旋即释然，认为这在情理之中，因为巨人王庭本身就处于白银城附近区域，下午镇更是连接双方的节点之一。借助照亮黑夜的闪电，他看清楚了下午镇的模样，他依山脚而建，自然地分成了上中下层。说是镇，其实不比白银城发现的多数废墟小。在这里，灰色的石头垒成了不同的房屋，有的整块挖空，接近10米，有的和戴里克目前的居所一样，矮小的仿佛能让正常人类碰到屋顶。这些建筑紧凑排列，铺陈开来，部分已经坍塌，部分依旧坚挺，只是都染上了陈腐衰败的痕迹，和课本描述的完全不一样。戴里克又让回想起了历史课上学到的知识。根据白银城的记载，下午镇是分隔现实与神话的大门，杂居着人类和巨人。这里有夜晚，也有白天，但全部的白昼都处于下午状态，无论大雾、暴雨还是冰雪来袭，都无法遮掩那较为猛烈的阳光。可此时这里阴暗灰尘，即使被闪电照亮，也缺乏光明感，毫无生气。握紧斧柄，眼眸内蕴2轮微缩太阳的戴里克行于探索小队侧面，跟随首席科林一步一步进入了下午镇。这里已在初次探索里被清理过一次，街道上布满腐烂的肉块和干涸农业留下的痕迹，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小心，这里有不少藏于黑暗里的奇异怪物。连有陈旧伤疤的克林伊利亚特没有轻慢，反手抽出了背负的双剑之一，剑身银光内敛。这里是神话的大门，造物主遗弃这片土地时，连神话都遗弃了吗？戴里克忍不住想象了一下当初那场巨变里下午镇的遭遇，直觉地认为很可能与白银之国不同。他还未来得及更仔细地观察周围，寻找可能存在的线索，忽然听见另一侧的队友发出急促的呼喊声，有东西。戴里克侧头望去，只见那10米高的巨石房屋表面长出了张透明的脸孔，这脸孔布满数不清的裂缝，它们很有规律地往中央位置盘绕着，形成了一个类似漩涡的独眼或者嘴巴。漩涡里飓风宛若实质，呼啸着喷薄了出来，那里晨曦般的光芒密密麻麻，仿佛一支又一支光明之箭。噗噗噗，他们打中了好几位探索小队的队员，可却像是命中了厚实的城墙，只能发出沉闷而密集的声音，很快消失于阴沉的环境里。不知什么时候，白银城首席克林伊利亚特已屈膝半蹲，将手中的银色直剑插入了腐朽的灰石地面。他为前排的队员们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守护。与此同时，其余的探索小队成员很有条理地展开了攻击。
光之风暴和赤红火球有先有后的命中了那怪物。紧接着，戴里克召唤来的圣光也落在了那独眼般的漩涡上。爆炸声里，那本就布满裂缝的巨石轰然倒塌，透明的脸孔惨叫着蒸发不见。这场战斗虽然轻松，戴里克却一点也不觉得高兴。他在塔罗会里有听倒吊人先生、正义小姐他们讨论过非凡者战斗的案例，结合白银城与黑暗深处各种怪物进行对抗积累起来的经验，担忧的发现白银城掌握的途径有限，在半神以下缺乏有效的控制手段。刚才的情况正好印证了这一点。还好有怪物死后形成的封印物弥补。戴里克沉默的想着，旋即听见首席吩咐道：按照出发时的安排，3到4人一组，探索并清理不同区域。是，首席。探索小队成员们大部分都有丰富的经验，很快就完成了分组。戴里克这一组共3人，除了他，还有一起去过那座废弃神庙的约书亚、海因姆，前者是序列7的武器大师，并有一只可以操纵火焰的神奇手套，后者最近已成为序列6的黎明骑士，身材蹿高了一截，达到了2米3。以战士，也就是巨人途径为主要力量的白银城平均身高是1米8，含6岁以上的小孩，即使非凡特性未有遗传，被改变的正常基因也会一代又一代积累。戴里克虽然年纪不大，但也接近了1米8，而且还有长高的空间。按照分配的目标，戴里克、约书亚和海因姆以三角形的战斗队列进入左侧一条巷子，探索每一栋还能够进入的房屋。或许是之前清理过的原因，他们一直未碰上什么怪物，心里不知不觉就放松了一点。听说6人义士团想在这里建一个营地，把下午镇变成我们的据点。左长戴着赤红手套的约书亚审查完一栋房屋的大厅后道。海因姆点了点头，俯视着2位同伴道：真正的目标好像是……他指了指斜上方。巨人王庭。戴里克颇感诧异的反问道：不是寻找小杰克他们到来的海边吗？不是需要绕过巨人王庭吗？戴里克心里充满了疑惑。海因姆摇了摇头：我只是听说。他目光一扫，指着地下室入口道：我们先把这里探索完。戴里克嗯了一声，仗着有夜视和发光能力，不怕黑暗，抢先进入了地下室。海因姆提着蒙兽皮的灯笼，和约书亚一起紧随其后。这栋房屋的地下室颇为宽敞，里面有一滩又一滩发黑的干涸痕迹，血腥的味道不知历经了多少年，依旧残存少许。戴里克环顾一圈，觉得这里似乎举行过祭祀仪式。在很久很久以前，他默默补了一句，发现了祭台般的石桌，留下一截的蜡烛，愈发肯定了自己的猜测。下午镇的居民怎么会偷偷躲到地下室举行祭祀仪式？巨人王庭统治时，他们都是巨人王的信徒，后来又归属于创造一切的主。这栋房屋的主人在偷偷崇拜别的神。一个个疑问浮现，戴里克靠近了祭台，只见那石桌上原本雕刻满文字，但已被自然与不自然的因素近乎全部破坏。经过仔细辨认，戴里克从中找出了3个名字：乌洛留斯、梅迪奇、萨斯利尔。乌洛留斯，这不是命运天使的名字吗？愚者先生提过，梅迪奇也是位天使之王，萨斯利尔是另外一位。戴里克忽感兴奋，又觉恐惧，连忙回头想招呼同伴一起观看。可他目光所及，地下室入口空空荡荡，一片黑暗，本该跟在后面的海因姆和约书亚不见了。第185章导文。不见了。一片黑暗。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戴里克的第一反应不是惊恐，而是交握双手抵于嘴前。一道道颇为明净的光芒从他体内荡出，驱散了周围深沉的黑暗，照亮了地下室每一个角落。在戴里克生活的环境里，黑夜是最可怕的存在。他们一旦离开白银城，必须保持时刻有光芒照耀的状态，哪怕短暂失去，间隔也不能超过5秒。戴里克初入探索小队，没有经验的时候就险些因此犯错，葬送掉自己。幸亏不远处就站着首席，光芒缓慢而持续的荡漾着。戴里克提起紧握飓风之斧的右手，谨慎的打量起四周。他发现除了海因姆和约书亚这2位本该已跟着自己进入地下室的队友消失不见，石板、墙壁上大滩大滩的发黑痕迹也不知什么时候已变得血红，湿淋淋的像是刚才泼上。这让熟读探索教材并冷静下来的戴里克不由想到了一个可能，那就是出问题的并非约书亚和海因姆，而是他自己。我只是靠近了那个祭坛，默念出了那3个名字。正常来说，即使天使
也必须有完整格式的准确尊名，才能收到别人因诵念或抄写产生的祈祷，而且据说还有范围的限制，不知道天使之王们是不是也必须这样？这3个名字之一是开启祭坛隐藏力量的钥匙，我用能撬动自然的巨人语默念导致问题被引发。不，这不对，必须念出口才有效，哪怕这是天使之王们的真名，之前都没出过问题。戴里克疑惑不解，又有些惴惴不安地转过身体，回到了祭台旁，回到了那张石桌前。他愕然看见石桌上的文字和符号比之前清晰完整了不少，就像仪式主持者才刚完成会课一样。这些文字共分3种，一种是巨人语，一种是巨龙语，还有一种是戴里克不认识的。不过他怀疑是倒吊人先生、正义小姐他们口中的古赫密斯语，因为这段时间塔罗会的交流里，他有初步掌握一些单词。这与石桌上的那种文字相当接近，巨人语和巨龙语表达的内容非常一致，他们都在重复着那3个名字和对应的称号：命运天使乌洛留斯，红天使梅迪奇，暗天使萨斯利尔。紧随称号与名字的则是一个戴里克很熟悉的词组：救赎蔷薇。萨斯利尔真的是一位天使之王，叫做暗天使，他和命运天使红天使是救赎蔷薇的创立者。不知道愚者先生对他有什么了解？他肯定很了解。古赫密斯语应该也是同样的意思。在已经改姓创造一切的主的下午镇里，有居民在偷偷崇拜主身边的3位天使之王。想到这里，戴里克忽然背脊发凉，觉得自己似乎摸到了当初造物主遗弃这片土地的真相的边缘。他再次抬头，只见墙上地上血红依旧，海因姆和约书亚还是没有影踪。再次默念没有作用了，也许这本身就没有发挥过作用。戴里克吸了口气，提着飓风之斧，谨慎地向地下室入口行去，希望能找到问题的根源，确认究竟是哪边出了状况。1步、2步、3步，他仿佛一根巨型蜡烛，挪移着回到了上方大厅。这里阴影浓厚，灰尘幽静，腐烂的椅子和残存的石桌无声安放，与之前没什么区别。戴里克还是为找到约书亚和海因姆，只好精神高度紧绷地走向窗边，看是否能遇见别的探索小队成员。啪啪，轻微的脚步声里，他靠近了本该存在窗框的大洞，前倾身体望向外面，数不清的灰暗建筑紧凑铺开，或高或低，阶梯式往上。半空闪电频率很低，许多窗户处一点又一点烛火映出，昏黄摇晃，长久不灭。戴里克忍不住吞了口唾液，有种下午镇从未遭遇巨变，这里的居民依旧平静生活着的感觉。提着兽皮灯笼的海因姆无需弯腰就通过了地下室入口，好笑地对旁边的约书亚道：这栋房屋肯定属于人类，但他们一家必然有巨人的血脉，身高应该和我差不多。我们上次去的那座废墟城市，就连进大门都得低头。巨人血脉不是指一定有巨人的血统，而是代表因腐蚀这个途径的魔药产生并遗传给了后代的身体特征，高大是主要表现之一。约书亚抬头看了海因姆一眼，喝了一声：那是你，我不需要，但你用不了多久应该就能晋升了，到时候不会比我矮多少。海因姆笑着说道，并用眼角余光注视着靠近祭台的戴里克，预防意外发生。约书亚想了想道，其实我很奇怪，首席是序列4的猎魔者，应该像普通巨人一样，有3-4米高了，为什么看起来很正常，也就比我高半个脑袋。海因姆下意识环顾一圈道，据说首席有巨人形态，变成巨人后，他的衣服会不会全部撕裂？约书亚笑着问道，除非他的衣服和裤子是神奇物品。海因姆和约书亚相视一笑，他们正要和戴里克分享这个笑话，可转头望去后，却发现那个少年不见了，本该在祭台前方的戴里克不见了。海因姆和约书亚的表情一下变得凝重，一个抬起又阔又大的直剑，一个伸出了戴赤红手套的左掌。他们小心翼翼靠拢祭台，仔细检查了一遍，未发现任何可疑的痕迹。约书亚正要尝试辨认石桌上残存的文字，却被海因姆拍了下肩膀道，不要看，我回想了一下，戴里克消失前就是在看上面的文字。我们去找首席过来。约书亚点了下头。他没慌乱急促的离开，再次环顾一圈后，拇指中指一搓，点燃了祭台上剩下的那节蜡烛，这将保护戴里克，让他不会陷入真正的黑暗。白银城的探索小队在那些城邦废墟里有过类似的遭遇，
一位队员看似忽然失踪，其实只是被某种力量隐藏，依旧在原地，但他附近的队友们急切着寻求帮助，慌忙提着灯笼离开了那片区域。于是那可怜的家伙就被真正的黑暗吞没了，再也无法被找到。若非后来又有队员陷入同样的境地，幸运的被当场救出，别人甚至不会知道前者的确切死因。蜡烛亮起，昏黄的火光洒向了四周，海因姆和约书亚随即离开，来到巷内，释放了每个人都携带有的灵性信号。他们没等待太久，克林伊利亚特就从另一栋房屋的顶部跳下，稳稳落地。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位猎魔者沉声问道。他手中的银色直剑已涂抹了一层浅灰的油膏。海因姆立刻将刚才的事情简单陈述了一遍，末了道：我们没能发现戴里克消失的原因。戴里克。克林若有所思地点了下头，越过两人，当先走入了对应的那栋房屋。外面烛火点点，昏黄温暖，戴里克却仿佛坠入了所谓的冰窟，心底的寒意止不住的冒出。他紧了紧握飓风之斧的右手，收回眺望城镇的目光，转身走进地下室，重新站到了祭坛前。他已基本肯定出问题的是自己，不过他没有探索这奇怪下午镇的冲动，甚至都不敢打开房门。戴里克并不算太紧张，也没有明显的慌乱，因为他并不认为自己遭遇的是严重问题，只要不是直接爆发的危险，都算不上严重。戴里克无声吸了口气，微埋脑袋，虔诚低语道：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灰雾之上的神秘主宰，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正在窗边欣赏神战遗迹风景的克莱恩不得已又进入了盥洗室，摆好干扰物品，逆走4步来到灰雾之上。他坐至青铜长桌最上手的高背椅，伸出右手，蔓延出灵性，触碰象征小太阳的那团深红星辰。忽然间，祈祷的声音变得异常清晰，对应的画面呈现于了克莱恩的眼前。他首先看见了依旧有些模糊的小太阳，然后发现他所处的环境有点不对。太阳周围是流淌着的难以言喻的黑暗，黑暗里有一只不同形状的眼睛正默默注视着他。这些眼睛密密麻麻，隐隐约约，深暗内敛，如同不请自来的围观者，而小太阳毫无察觉。下午镇这么危险，克莱恩对太阳同学最近要做的事情非常了解。他想了想，直觉地认为那黑暗非常诡异，不够真实，所以放弃了用海神权杖回应小太阳的选项，改为将对方拉入灰雾之上。克莱恩灵性一展，却感觉那深红星辰似乎陷入了沼泽里，让自己拉人的行为变得相当吃力。这是又惹上哪位天使之王了？克莱恩念头转动，让下方的灰雾和这片神秘空间荡起涟漪，并传递了过来。晋升序列5后，不依靠黑皇帝牌，不借助对应的仪式，他都能些微撬动灰雾之上的力量了。无声无息间，克莱恩轻松完成了拉人，太阳戴里克的身影随即出现在属于他的那张高背椅上。与此同时，克莱恩隐约看见小太阳身体周围流淌的奇怪黑暗破碎了。猎魔者高度戒备地进入了地下室，身后紧随着海因姆和约书亚。他们看见昏黄的烛光前，戴里克伯格的身影就像图画一样，飞快勾勒了出来。